咖啡豆到底该怎么保存？有人发现，精心冲泡的咖啡却怎么喝都不对味，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保存方法出了问题。不少人习惯一买回咖啡豆就往冰箱一丢，以为和蔬菜水果一样低温保鲜，但这样保存咖啡不好喝，真的可能毁了咖啡的风味。那么咖啡豆可以冰吗？应该放常温、冷藏还是冷冻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位日本咖啡达人的专业解说，把咖啡豆的保存方式全盘公开，深入探讨其中的奥秘。首先要明白一点，咖啡豆和一般生鲜食材不太一样，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确实需要稍微养豆，一下刚烘好的豆子会持续释放二氧化碳等气体，风味在前几天逐渐沉稳下来。但过了这段新鲜期，咖啡豆的品质就开始走下坡。如果保存不当，香味和口感会加速劣化，甚至可能出现令人失望的走味咖啡。一包好豆子从烘焙完成到风味巅峰，大约也就2周左右的黄金期。此后花香、果香等细致风味会明显滑落。如果研磨成粉，风味流失速度更是几何级数暴增。想想看，磨成粉的咖啡接触空气面积暴增，好比把保险箱打开，香气很快就散掉了。所以尽量现磨现煮是黄金守则之一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正确的保存方法都能延缓咖啡老化，让我们在赏味期限内喝到最理想的风味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影响咖啡豆保存的关键因素，搞懂它们才能对症下药。一颗烘焙好的咖啡豆最怕的有几样东西：空气、湿气、热度和光线。可以说这4大魔王联手偷走了咖啡的灵魂。首先是空气，空气中的氧气会不断氧化咖啡豆，就像铁生锈一样，把香味物质一步步破坏。咖啡豆里的油脂遇到氧气会变质，产生令人讨厌的哈味，原本迷人的坚果香、巧克力香都会变得平淡无奇。第二个敌人是湿气，烘焙后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干燥，就像一块海绵，只要一有水汽就会吸进去。环境湿度太高时，咖啡豆表面会吸附水分，不但使香气减退，还可能发霉变质。台湾等地区气候潮湿，就经常遇到这个麻烦，一不小心咖啡豆长霉点，还可能产生叫做赭曲毒素的霉菌代谢物，长期摄入对肾脏和肝脏都有害。所以防潮对咖啡豆来说不是小题大做，简直是攸关风味和健康的大事。第三，高温会加速咖啡的陈化，温度每升高一些，咖啡豆里的挥发性芳香分子就更容易逃之夭夭，氧化反应速度也飙升。高温还会让原本封存在豆子内部的一些气体加速溢出，让风味更快衰减。试想把咖啡豆放在夏天炎热的车里暴晒，一天顶得上室内好几天的老化，可想而知泡出来会多寡淡无味。所以阴凉是关键，绝不能让咖啡豆受到高温煎熬。第四，光线，特别是阳光和紫外线，也会直接破坏咖啡中的某些化合物。阳光不仅带来热，也会触发光氧化作用，让咖啡风味走样。因此，咖啡豆务必要避光保存。难怪很多精品咖啡豆的包装都用不透光的袋子，甚至内层铝箔，就是为了挡住光线。最后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隐形杀手，异味。咖啡豆有强烈的吸附气味能力，就像天然的除臭剂。有人拿咖啡渣放冰箱除臭，就是因为咖啡会吸收周围的气味。如果把咖啡豆和其他重气味食品放一起，后果可想而知，开水冲下去，可能一杯咖啡飘着隔夜咖喱或榴莲的味道，这滋味就太崩溃了。了解了咖啡的新鲜杀手，我们来看看常见的几种保存咖啡豆的方法，以及各自的利弊。最简单也最常见的方法，就是把咖啡豆放在室温干燥处保存。具体做法上，有人直接用咖啡豆原包装袋，把袋口扎紧，或用密封夹夹好。也有人买专门的密封罐或真空罐，将咖啡豆倒入罐中保存。不管哪种，只要做到几点就行：密封、阴凉、避光、干燥。开封后的咖啡豆一定要密封好，尽量趋近无氧状态，减少和空气接触。另外，要放在阴凉没有日照的地方，避免高温和阳光。我们平时可以把咖啡豆收纳在厨房橱柜深处，不要放在瓦斯炉旁或窗边阳光直射处。还有，不要一次囤太多咖啡豆，以2-3周内喝完为佳，喝多少买多少。
这样豆子不会在家里闲置太久。毕竟再好的密封环境也抵不过岁月催人老，长时间放着始终品质下滑，在赏味期内用掉，才能保证每杯咖啡都有最佳风味。这种常温保存法简单方便，只要环境控制得当，其实足以应付日常。如果你是每周都会补货的新鲜咖啡爱好者，常温密封保存的咖啡喝起来跟新鲜没两样。然而问题来了，有些人咖啡豆一买就是好几包，或者收到朋友送的大包咖啡豆，一时喝不完，常温下放久了又怕走味变坏，于是很多人直觉就想，干脆把咖啡豆丢冰箱吧，毕竟食物冰起来通常能放更久。然而对咖啡豆来说，冰箱冷藏可不是好主意。冷藏温度一般在4度左右，虽然比室温低，但问题是冰箱湿度高且环境复杂，冰箱里通常有不少水汽，尤其是打开关上时，外界暖空气进入遇冷会凝结成霜或小水滴，咖啡豆在冰箱里很容易吸附这些水汽而受潮。而我们之前提到，咖啡豆一沾上湿气，品质就遭殃，香味被水汽带走，口感打折，还可能引发霉菌滋生。同时冰箱还充满各种杂味，就算把咖啡豆封在袋子里，一样难逃气味，渗入奶油、葱酱、剩菜汤，都有挥发性气味在冰箱漫游。咖啡豆特别爱惜这些味道，结果拿出来的豆子闻着可能没什么，煮出来却隐约混杂奇怪的气息，令人哭笑不得。更糟的是，冷藏环境反复进出还会造成温差。早上拿豆子出来冲咖啡，磨完又随手塞回冰箱，外头的温暖空气进入袋中又冷却，内部开始凝结水珠，如此反复更伤豆子元气。有人可能会说，那我冷藏时用密封罐防潮不就好了？密封确实能部分减轻上述问题，但冰箱冷藏的温度其实并不算很低，依然有足够的能量让品质慢慢流失。而且密封罐每次打开又让冷热空气交换，难免进湿气，所以多数咖啡达人都不建议将咖啡豆放冰箱冷藏。在他们看来，冷藏对咖啡而言简直是风味坟场，低温不够低，湿气不嫌少，异味还特别多，得不偿失。还有些人听说过更离谱的做法，从冰箱拿出的受潮咖啡豆再送回烤箱烘烤一下，除湿复香。拜托，千万别这么做。加热不仅不会让老豆子起死回生，反而把残存的一点香气和油脂彻底烤没，品质雪上加霜。正确做法是让从冰箱拿出的咖啡豆自然回温，但说真的，与其冒着潮湿和串味风险去冷藏，不如一开始就避免把咖啡豆往冰箱塞。那如果真的暂时喝不完呢？别急，还有冷冻这一招可以考虑。很多人可能听到冷冻咖啡豆，直觉觉得太疯狂了，咖啡豆也能丢冷冻库。其实冷冻保存咖啡豆近年来在咖啡界愈发流行，甚至被不少专业人士视为延长新鲜度的有效方法。但冷冻法有它的诀窍，用对方法才能事半功倍，用错方法反而可能伤害咖啡风味。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考虑冷冻。相较冷藏区大约4度，冷冻库通常在零下18度左右的低温，低温极大延缓了化学反应速度，氧化也几乎被按下暂停键。另外，冷冻库里没有光线，温度稳定，不会有白天黑夜的温差反复。只要包装密封做好，冷冻环境下几乎没有空气和水分跟咖啡豆接触。这几点一对照，你会发现冷冻库仿佛为咖啡豆量身打造了一个时光胶囊，隔绝空气，避开湿气，杜绝热和光，让香味锁在低温中沉睡。所以理论上，冷冻是目前能让烘焙咖啡豆保存最久风味的方法。有实验显示，常温下1个月后风味衰减明显，而冷冻保存1个月的咖啡解冻后冲煮，风味表现几乎和新鲜时差不多。甚至有咖啡馆会把珍稀的豆子分批冷冻起来慢慢使用。许多参加比赛的选手也爱用冷冻法来保持咖啡豆巅峰状态。听起来很诱人，对吧？但等等，千万别高兴太早，冷冻保存如果方法不对，一样可能搞砸。接下来我们就仔细说说正确的冷冻保存步骤，确保大家想尝试时不会踩雷。第一步，分装。切记整大包咖啡豆直接丢进冷冻库，又频繁取出。正确做法是将咖啡豆按一次冲泡量分成小包，
例如每包装个20克或50克，视你每次冲泡用豆量而定。可以用小型夹链袋分装，尽量把袋内空气挤出再封好。这样你每次只拿出一小包需要的量，其余的还安睡在冷冻库，不会反复进出，反复解冻。前面提到有人把一整包豆子冷冻，每天拿出来磨再放回去，结果发现风味不如人意，因为豆子在反复冷冻解冻中受到了伤害。实验也证实，同样是冷冻，一次一包用完的分批冷冻效果明显优于多次开关的整包冷冻，所以分装是冷冻保存的灵魂，千万别嫌麻烦。第二步，密封。冷冻虽然能抑制变质，但如果包装不密封，冷冻库的干燥空气一样会让咖啡豆风干甚至冷烧，还有可能窜上冷冻库里其他食材的味道。所以一定要用密封性好的容器或袋子，夹链袋是最简单的选择，挤掉多余空气再封口，可以有效隔绝空气和湿气。如果有条件，也可以选用真空包装袋，将袋内抽成进真空状态再封装，效果更佳。总之，务必让咖啡豆与外界隔离，才能安安心心冻着它。第三步，冻存时间。一般来说，冷冻可以大幅延长咖啡豆的保存期。正常情况下，新鲜烘焙的咖啡豆在避光密封室温下，大概3个月内风味尚可，但超过3到6个月，香气就很淡薄了。而经过妥善冷冻的咖啡豆，保存半年甚至1年风味都不至于明显走样。有咖啡达人分享过，他将一款喜爱的咖啡豆冷冻保存了1年之久，解冻冲煮后仍然喝出原有的风味层次。如果不冷冻，这样的体验根本不可能发生，豆子早就陈化成遗皂了。因此，对于短期内喝不完的咖啡豆，冷冻无疑是最佳选择。日本咖啡达人也强调，若要长期保存咖啡豆，冷冻保存最为推荐，这可是专家给出的黄金建议，我们一般消费者照着做准没错。第四步，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步，取出解冻与研磨。从冷冻库取出咖啡豆后该怎么处理，才能既保持风味又避免受潮？有2种路线可供选择，取决于你的使用习惯。路线 A 是提前解冻，将要使用的小包冷冻咖啡豆从冷冻库拿出，保持密封状态放在室温下回温。由于袋子密封着，室内空气中的水汽只会凝结在袋子外侧，而不会直接接触豆子。等豆子恢复到室温，再开封研磨冲煮，这样能确保咖啡豆本身不沾水汽，风味完好如初。路线 B 是直接研磨，也就是从冷冻库拿出豆子不解冻，直接倒入磨豆机研磨。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，但其实很多咖啡高手都这么干，原因有2个。其一，避免了解冻过程中豆子表面可能出现的冷凝水。其二，还有个意外的小惊喜，冷冻的咖啡豆更脆硬，研磨时静电更少。不少人发现，冰冻的咖啡豆直接研磨时，粉末不太会粘，在研磨机里乱飞，落粉更均匀，减少了静电惹的咖啡粉到处贴满机壁的麻烦。有点像我们平常磨豆前喷几滴水的除静电法，冷冻豆子自带这种效果。当然，如果你采用直接研磨法，记得磨完后用掉当次的粉，不要一边磨一边让剩下的冷冻豆在空气中回暖受潮。总的来说，2种方法各有千秋，重点就是别让冷冻的豆子白白暴露在温暖湿润的空气中，要么密封回温，要么即刻研磨使用。做好这点，你就能完美唤醒休眠的咖啡豆，享受它们凝结的美味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，咖啡豆当然可以冰，但要分清冷藏和冷冻。冰箱冷藏并非好选择，因为那是潮湿又多杂味的环境，会让咖啡提早报销风味。冷冻保存反而是咖啡长期保存的利器，只要掌握分装密封和正确解冻使用的方法，完全不用担心咖啡走味。日本咖啡达人公布的保存秘诀，其实正是我们以上分析的精华，远离空气、水分、热和光这4大杀手。在日常情况下，少量咖啡豆就按照密封避光的原则放室温即可，2周内喝完风味几乎不减。如果咖啡豆比较多，想保存超过半个月甚至几个月，冷冻分装就是保障美味的不二法门。千万别嫌准备功夫繁琐，想想看，一次分装几分钟，
换来接下来几个月每杯咖啡依然香醇如初，这笔时间投资绝对划算。最后再提醒一点点小细节，也是一种生活习惯，留意咖啡豆的烘焙日期和购买量。买咖啡豆时尽量选新鲜烘焙的，拿到手先不要立刻密封冷冻，让它在阴凉处养豆1-2天，排出多余气体，然后再按计划该怎么存怎么存。如果是很快能喝完的量，就不用大费周章冷冻，每天享受新鲜现磨即可。如果是不常喝咖啡的人，一次就少买一点，避免咖啡豆在家变成老古董。好的咖啡豆值得好好对待，既然我们花钱选了精品豆，就别因保存不当让它们明珠暗投。好了，关于咖啡豆保存的方法，今天我们透过科学原理和日本达人的建议，把能想到的都说透了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这么讲究真的有必要吗？当然，享受美好风味的同时，也要花点心思。咖啡的香气和口感就在细节中展现，尤其是自家手冲手磨的爱好者，千辛万苦冲煮一杯，结果因保存失误而走味，岂不是可惜？正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保存咖啡豆其实就是在为我们每天的一杯好咖啡做好铺垫。想象一下，清晨睁眼，打开密封罐，闻到扑鼻的咖啡香，那是昨晚封存完好的豆子在跟你说早安。磨豆、冲煮，香气萦绕，啜饮一口，你能品尝到豆子产地的风土和烘焙师的巧思，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给了咖啡豆应有的呵护。反之，如果随便丢在潮湿的角落或冰箱一隅，再好的豆子也难逃被糟蹋的命运，到头来只能喝到一杯平庸甚至怪味的汁。现在你已经掌握了咖啡豆保存的正确打开方式，下次当朋友问起咖啡豆可以放冰箱吗时，你就可以自信地告诉他，冰箱冷藏免了吧，想长期保存还是冷冻最 OK， 但记得密封分装。当然，更理想的是买刚好分量的新鲜豆子，妥善保存，尽早享用。让我们一起告别难喝的走味咖啡，每天都用最新鲜的豆子开启活力的一天。咖啡豆保存其实一点也不难，做好了，你的咖啡将会更加香醇动人。现在就去检查一下你的咖啡豆收藏吧，给他们一个适合的家。明天早上他们会用一杯美好的咖啡回报你。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咖啡相伴，享受香气与风味带来的幸福时刻。